大家好，我是于姐。因为年轻时过于劳累，导致颈间盘突出、腰间盘突出，这次肩周炎和颈椎病又犯了。不能低头做美食和剪辑视频，导致也没有及时的更新视频，感觉很对不起大家。今天就接着上期我们储存下来的艾叶汁，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老面馒头的做法，让大家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春天的味道。在这期视频里，我会从做老面引子和加碱的比例，详细讲解做老面馒头的技巧。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老面？这个老面还是我年前教大家做的。想看详情进入我的主页，去看我1月9号的发布，教你做老面，里面有详细的讲解和制作的方法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干净的盆子，在里面少加一点点的温水，温水的温度呢不能超过35度，然后再加上适量的老面，然后盖住盖子，把老面引子泡至软烂。老面疙瘩经过1个晚上的浸泡，现在呢一动就碎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闻起来还有一种香香的味道。这个时候加上适量的面粉，然后再给它搅拌均匀，里面有大面疙瘩也无所谓哈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盖住盖子，放在温暖处，醒花上面满是泡沫就可以了。饺子放在温暖处以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艾叶汁给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，用水给它冲一下，把外包装给它剪掉。剪掉之后，我们给它放在碗中，然后也给它放在发酵箱里面。像这个时候给它解冻就可以了，时间千万不要拿出来早了，特别是夏天拿出来早了，这个艾叶汁啊容易变质。我们兜着饺子经过4、5个小时的醒花，现在上面满是泡沫，闻起来香喷喷的，拖起来就像流水状，像这样变得非常的细腻，这样的面啊已经都花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艾叶汁呢也已经融化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给它搅拌搅拌，把里面加上20克的白糖，加白糖呢能中和一下苦味，搅拌至白糖融化，然后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盆子，然后加上1斤的面粉，这个面粉是我称过的，刚好是1斤，然后再用我们兜好的饺子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这个饺子啊和艾叶不能一起放。为啥呢？因为艾叶里面啊含的糖分特别多，它会影响起花。假如说你要是用赖高糖酵母的话，可以放在一起，尽量给它搅干一点。我们再把艾叶汁也给它加进去。有的人问做老面馒头到底是多少老面，多少面粉，比例到底是多少？其实呢，这没有具体的比例哈，只要用这个兜好的饺子来和面就对了，一直给它搅拌至下面没有干面粉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哈。然后下手开始揉面，像这个时候啊，下手揉面，第一呢不沾手，第二呢不沾盆，给它多揉一会儿，把里面艾叶汁啊全部都给它揉匀。这个艾叶汁呢是我上次用2个种方法保存下来的。面和好以后呢，我们给它盖上一个保鲜膜，防止表面烘干，给它放在温暖处醒花至2倍大。面经过了1夜的醒花，现在呢明显的醒得满满的，2倍大是没问题了。扒开里面满是蜂窝状，像这样子，面呢就算花好了。闻起来呢还有一点酸味。这明显的呢有一点花的有一点点过头，大约2个小时前给它拿出刚好。这个时候啊就要多加一点点的碱面哈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，然后再加上食用碱面3克，用开水给它化开。先把碱面啊给它搅拌均匀，让开水把碱面给融化。因为用凉水啊，这个碱面很难化开，它容易结块，所以啊必须用开水哈。然后再加上少量的面粉，给它和成个面糊状。
等一会儿揉碱面的时候啊，它不容易跑得到处都是。假如说你的面啊花的刚刚好的话，没有酸味儿，你就加上2克碱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这个面团呢刚好是2斤，我们是用了1斤的老面，加上1斤的面粉和成的面团。像我们给它搅拌成这样子稠稠的面糊就可以了哈。然后把我们和的碱水糊糊给它放在上面，用刮刀给它摊开，这样呢揉起来啊比较快。再给它撒点干面粉，然后给它揉搓均匀，像这样揉出来特别的方便，并且呢碱水不会跑得到处都是。碱面加上以后啊，一定要多揉一会儿哈，把这个碱面全部都给它揉开揉匀，不然的话蒸出来馒头是白一块黄一块的，不但不好吃，它还会影响口感。我大约揉了有10分钟，碱面揉搓均匀之后，我们呢再给它轻轻的给它搓成长条，搓成之后，我们呢再给它揪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。然后把我们每个小剂子再次给它揉圆，揉成一个馒头状，随便给它揉一揉，揉成一个馒头状，然后给它整理一下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揉好之后，给它放在案子上，按此方法把所有的馒头全部都给它揉光。揉好之后，我们呢给它整理一下。馒头全部揉好之后，均匀的给它摆放在笼屉里。摆放的时候不要摆放的太拥挤，因为呀醒发好了以后，它还会膨胀变大。太拥挤的话，蒸好的馒头它会互相粘连。今天呢，我做了2笼屉，一笼屉用酵母做的，一笼屉用老面做的。你猜一下哪个是用老面做的？然后给它放在凉水锅上面，这样呢能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。盖住盖子，防止表面烘干。给它醒发大约1个小时左右哈。这具体醒发多长时间呢，也不是固定的。夏天里面时间短一点，也可能10几分钟；冬天里面也可能醒发2、3个小时。这醒发时间可不是一样哦。冬天里面啊，你可以把这个水啊换成温水，但是这个温水啊温度不要过高。下面要是温水的话，上面的盖子呢就要像这样子留一点点，不然的话馒头上面哈的有水汽哈。我这个呢，今天呢醒发了2个小时，用手呢轻轻一按，这有回弹，像这样就可以了哈。或者给它拿起来，有一点轻飘飘的感觉就可以了哈。水烧开之后，我们现在呢再上锅蒸，大火上气蒸20分钟。时间到了以后，先拔掉电源，先不要打开盖子，打开盖子呢，热馒头遇到冷空气啊会回缩。先给它焖个2至3分钟就可以了哈。现在呢又焖了2分钟了，现在打开盖子让大家看一下，绿油油的馒头，胖乎乎的。掰开一个让大家看一下，像我这样保存的艾叶蒸出来的馒头，就像新鲜艾叶汁打出来的是一样的，特别的好吃。让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暄软，一按立即回弹，特别的松软。艾香味浓郁，可以一层一层的撕着吃。按我这种方法储存了艾叶汁，1年到头都可以吃到春天的味道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